家好呀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在上一集，我们还原了严东熙是如何站在法院门口，向数万观众谎称查无此案，企图将一场真实的法律诉讼抹黑为虚假提告。谎言的泡沫终有被戳破的一天。2025年5月17日，这一天，泰国清迈法院的直达员带着2份刑事诽谤案的传票，来到了严东熙在泰国移民局登记的地址。现实敲响了他的大门。面对白纸黑字的法律文书，一个正常人会怎么做？签收、面对、准备应诉。但在我们的案例主角严东熙的剧本里，他再次选择了最匪夷所思的表演方式。他不仅拒绝承认现实，更试图创造一个更加扭曲的平行宇宙。让我们还原当天的情景。根据巨伟先生后续发布的案情说明，当天法院直达员上门送达2份传票，一份来自原告巨伟先生，一份来自原告肖恩先生。结果是，巨伟先生的传票成功送达，由严东熙本人签收；肖恩先生的传票被其家人当场拒收，并声称此处无此人。这意味着，从2025年5月17日这天起，严东熙100%无可否认地知晓自己正身处于法律诉讼程序之中。他手中就拿着一份货真价实的法院传票，他再也无法用我不知道、我没查到来欺骗观众了。但他接下来的行为恰恰证明了他的谎言从来不是因为无知，而是源于彻头彻尾的恶意。在传票送达事件后的第6天，他发布了这支影片，标题里用一个反问句，公然向所有观众撒下了第一个谎，说我拒收传票。这是一种极其狡猾的语言技巧。他没有直接说我没拒收，而是用一个问句来暗示拒收传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谣言，是别人对他的诬陷。但他自己在影片中却是这样说的。但是传说啊，这个传说当然也出自某案内人的这个嘴里啊。传说，我拒收了这个肖恩的传票，而且是我家里人拒收的啊。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。首先，这个信息是法院的人和你说的吗？他试图将自己从一个抗拒法律程序的当事人，伪装成一个被谣言重伤的受害者。法律上，这种在明确事实发生后还向公众传播相反资讯的行为，是对其自身信誉的再一次抛弃，更是对相信他的观众的再一次恶意欺瞒。如果说谎称没有拒收还只是在玩弄文字游戏，那么他接下来的行为就是对泰国司法的公然挑衅。既然他手中已经拿到了一份真的传票，他总该承认诉讼的真实性了吧。在他5月19日的影片中，他也亲口承认了这一点。5月17号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这个巨伟的这个传票啊。你收到了巨伟的传票啊？啊，对，你没有听错啊，是巨伟的这个传票啊，而不是肖恩的。他没有承认，他选择了攻击那份他没收到的传票是假的。让我们仔细分析这个标题：肖恩，请公布待法官印章的真传票。这句话背后隐藏着3重恶意。第一重，暗示伪造，他要求对方公布真传票，潜台词就是肖恩之前展示的所有法律文件都是伪造的。在任何国家，公开指控他人伪造法律文件都是极其严重的刑事诽谤。第二重，混淆视听，他明知自己是因为家人拒收才没拿到传票，却将责任完全推给对方，塑造成不是我不收，是对方根本没有真东西的假象。第三重，藐视司法，在他手里已经握着一份由同一家法院针对同类案件发出的传票时，他却依然公开质疑另一份传票的真实性，这等于是在公开宣称泰国法院的法律文书是可以被质疑真假的。在他5月19日的影片里，他甚至直接说，我拿着这个真传票跟这个肖恩的这个假传票啊去对比一下，看一看到底有什么不同，咱们这回不就有依据了吗？在收到巨伟先生的传票后，他不仅没有停止对肖恩先生的攻击，反而将诽谤升级，从虚假提告变成了伪造法律文书。
当一个人选择用谎言来对抗事实时，他的行为逻辑必然会走向更加极端的人格攻击，因为他已经没有事实可以依赖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严东锡对2位原告发动了堪称人格谋杀级别的攻击。对于居伟先生，他抛出了借刀杀人的阴谋论。他暗示居伟先生不过是一把被人利用的刀，一个没有独立意志、被肖恩操控来攻击他的工具人。这种论述不仅是对居伟先生人格的极大贬损，更是企图分化2位原告，制造他们内部的矛盾。对于肖恩先生，他则将其描绘成了一个邪教教主。丁春秋是武侠小说中一个臭名昭著的邪派魔头，严东锡将肖恩比作他，将肖恩的支持者比作被洗脑的教众，将粉丝的正常互动扭曲为病态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。这是一种典型的极其恶毒的人格谋杀。他试图将一个法律上的争议彻底转化为对一个人道德、品性乃至精神状态的全面否定，意图让他在社群中被彻底孤立。让我们来总结这个阶段严东锡的行为模式。收到一份传票后，他撒了2个谎言。第一个谎言，对外谎称自己没有拒收另一份传票；第二个谎言，对外暗示另一份传票是伪造的。基于这2个谎言，他又发动了2种人格谋杀，将居伟先生描绘成被利用的工具，将肖恩先生描绘成操控他人的邪教主，而他对泰国法律的轻蔑更是溢于言表。你说我还差你肖恩的这一张吗？对不对啊？中国有句古话，债多了不愁，狮子多了不咬，对吧？啊，传票也不差你这一张，而且我怎么能主动的错过和你对簿公堂的这么个机会呢？而且这一次的对簿公堂是可以让你自证自曝自己的那些违法行为。所有的行为都发生在他已经确认自己被法律追诉之后，这就是在法庭上最难以辩驳的主观恶意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？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法律风险，也要持续攻击？这一切或许都能在他后续的行动中找到答案。他似乎认为他找到了能够快速成功的流量密码，那就是复制肖恩先生在台湾市场的成功模式。而在收到2份传票、官司缠身的情况下，他做了什么？他在6月份马不停蹄地前往台湾，在短短1个月内密集发布了至少13集台湾旅游超商挑战的影片，并开了6次直播，意图在台湾这个他花费数月心力铺陈的舆论市场爽捞一波流量红利。他的毁谤不仅是为了攻击，更是为了铺路，铺一条能够让他接收转化目标观众的道路。他的所作所为不再是普通的网络争执，而是在知法的前提下，选择了对抗法律、挑战司法，并持续伤害他人的犯罪行为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还原严东锡是如何掩盖6月30日开庭的事实，并且在法官明确下达禁言令后，他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要分析的内容：公然藐视法庭。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你认为还原真相是有意义的，请将这支影片分享出去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